一场不经意的瞬间，却让所有人看见真实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节奏急速的娱乐圈里，观众习惯了精心设计的镜头、过滤后的美颜、剧本化的人设。大家太忙、太累，也太容易被包装迷惑，以至于常常忘记最珍贵的东西，其实从不靠表演，而是真诚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追求曝光、争抢镜头的环境里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能让所有人停下来的瞬间。那不是夸张的动作，也不是刻意制造的感动，而是一个微小的几乎会被忽略的细节，却足以让无数网友破防。这一次的主角是刘宇宁和赵露思，而那一幕让许多人瞬间意识到，原来真正的温暖是藏不住的。一天忙得天翻地覆，谁都无暇顾及谁。那天的现场可以用乱中有序来形容，灯光不停调整，摄像机来回移动，工作人员穿梭奔走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全速运转。赵露思表面看起来依旧是那个大家熟悉的开朗女孩，笑容甜，回答敏捷，配合度极高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这些天的连轴工作已经让身体亮起了红灯。她的心跳忽快忽慢，手脚开始发软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电的手机，随时可能自动关机。就在大家仍沉浸在工作节奏中时，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苍白，脚步也轻飘了起来。她努力站稳，却明显有些无力。那一瞬间，她的眼神开始涣散，这是典型的低血糖反应。可惜的是，周围的人都太忙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变化。没有人，或者说几乎没有人。刘宇宁，第一个察觉到异常的人。刘宇宁当时正在和工作人员确认下一段内容，他的神情认真，语速稳定，看上去完全沉浸在工作中。但不知是不是多年经历培养出的敏锐观察力，或者他天生就对身边的人多一分留心，他只是侧眸看了一眼，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赵露思的脸色完全不是正常状态，她站得勉强，似乎只靠意志力支撑。刘宇宁眉头瞬间一皱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他直接停下正在进行的对话。他说了什么？没人听见，但他接下来的动作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他悄悄做了所有人都忽略的事，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快步走向工作人员的物品区，步伐明显比平时快，带着一股焦急。他不是去找人，也不是喊助理，而是自己亲自翻找能快速补充血糖的东西。他的手动作很快，像是生怕耽误1秒都可能让情况恶化。最终，他找到了糖。按照娱乐圈里常见的做法，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会叫工作人员去处理，或是交给旁边的助理去照顾艺人。但刘宇宁没有，他没有交给别人，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走回来表现关怀，而是他低调地，甚至有些谨慎地拿着糖回到赵露思身边。他没有多说话，只把糖轻轻塞到她的手里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吃一点，补血糖。”简单直接，却比任何华丽辞藻都真挚。他不是在表演关怀，不是在镜头前营造人设，那是一种本能，出于真心的在意。赵露思愣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想到有人会注意到她的状况。她低头拆糖纸的动作里，有一种被理解、被在乎的微弱而真实的松动感。她轻轻点头，眼神瞬间柔软下来。那一刻，没有灯光，没有特写，没有任何人关注。但刘宇宁看见了，在意了，行动了。也正因如此，网友才会说，这不是剧本，是他真的很好。真正的暖男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递来一把火。在快节奏的行业里，很多人都疲惫不堪。赵露思的笑容背后，是扛着压力、努力专业的坚持。而刘宇宁的温柔背后，是他对同伴无声的守护。他没有大喊大叫，没有主动吸引镜头，没有刻意表示自己有担当。那一刻，他只是一个看见妹妹不舒服的哥哥，然后做了他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这种不经意的小动作，恰恰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。真正的温暖，是在关键的细节里体现的。真正的善良，是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的。网友为什么会破防？因为所有人都懂，越是微小，越不容易伪装；越是不被看见，越能体现真心。
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能感动无数人？因为生活中我们见过太多敷衍的关心，太多表面温度。一句保重啊，可能不如一句我带了热水，你喝点。一句注意身体，可能远不如一个及时递到手里的糖。而真正的在意是3步：观察、理解、行动。刘宇宁全都做到了。实心对勾，他注意到了别人没注意的细节；实心对勾，他理解他的状况；实心对勾，他立即采取行动，不求任何回报。这一连串动作自然的像呼吸一样，没有表演的痕迹。这就是他让人感动的地方。善良是最不需要成本的影响力。这件事会引爆网络，是因为它太真实、太自然，也太罕见。在一个人人都忙着展示的圈子里，他却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善良不是策略，善良是选择。哪怕只是第一颗糖，也可能在对方最脆弱的时候让他重新站稳。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，也足以治愈别人一整天的疲惫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未必能做大事，说漂亮的鼓励话，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看到别人不舒服时，给一个眼神；看到别人忙不过来时，帮一下手；看到别人沉默时，不逼问，只陪伴。善意永不浪费，它会在某个角落，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上。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别人的那束光。刘宇宁这件小事，让更多人意识到，真正的力量是温柔，真正的魅力是善良，真正的人格是在没人看见时也愿意做对的事。而这种温暖不需要宏大的举动，也不需要多么惊天动地的场面，有时候只是一句轻声的提醒，一个被注意到的瞬间，就足以让人心里的疲惫松动下来。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像一颗种子，悄悄落在生活的土壤里，总有一天会发芽，变成别人坚持下去的理由。在这个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忙的时代，愿我们都不要忘记低头看看身边的人。也许他正在用尽全力保持笑容，也许他正在默默扛着没人知道的压力。愿我们成为那样的人，看见、理解，然后用行动回应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你随手递出的那一点温暖，可能正是某人在黑暗中唯一能抓住的光。如果你读到这里，我相信你一定也被这份真实的温暖触动了。谢谢你愿意花时间阅读这篇故事，这意味着你的心里一定仍然相信善意，相信真诚，也愿意为美好的东西停留片刻。你的每一个点赞、评论，都是继续创作的动力，也是让我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人愿意被真实和温暖触动。再次真心地说一句，谢谢你愿意读完这一切，也愿意和我一起守护这些难得的善意。